嗨，大家好！我们终于迎来了苹果新品发布活动周，目前已经发布了2款新品，搭载 M4 芯片的 iPad Air 以及搭载 A19 芯片的 iPhone 17。在本周，苹果会陆续发布更多的新品。那今天这期视频呢，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新款 iPad Air 到底有哪些升级亮点，对比老款的 M3 iPad Air 是否值得购买。本次升级最大的看点就是芯片和内存的升级。芯片从第一代3纳米工艺的 M3 升级到了第2代3纳米工艺的 M4 芯片，并且搭载8核 CPU 和9核的 GPU， 比 M3 快了30%。对比 M1 芯片它快了2.3倍。让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数据。在 Geekbench 6的 CPU 跑分里 ，M4 芯片的表现相当的暴力，单核性能从 M3 的3000分直接飙到了3670分，提升了22%。这就意味着你平时打开 App 刷网页的响应速度会变得更快。那在多核性能上呢，也有16%的涨幅，跑分从11600来到了13500分。无论你是在处理复杂表格还是多任务并行的时候呢，这颗 M4 芯片都能给足你底气。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不要忘记一键三连哦。同时在 GPU 图形性能方面 ，M4 iPad Air 跑出了54000的高分，那对比 M3 的44000分，提升幅度达到了23%。所以在日常应用中，我们能感受到的好处就是游戏更丝滑，视频渲染更快，而且在各类创意设计软件的这个响应的时候呢，也会更加的灵敏。再加上 M4 支持硬件加速光线追踪，那这代的 Air 的图形处理能力也可以说是非常接近之前的 Pro 系列。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时代一点的升级点，就是它的标配内存从8GB 升级到了12GB。这一次 iPad Air 为什么要给到12GB 的内存呢？这绝对是为 Apple Intelligence 做准备的。因为以前的8GB 内存跑 AI 只是够用，但现在有了12GB 的 M4 芯片，高达120GB 每秒的内存宽带，那很多 AI 任务可以说是直接在本地跑，不需要你再上传到云端。这就意味着你在进行照片搜索、视频里的物体抠图，还有就是消除路人的 Clean Up 功能呢，在处理速度上都会比老款快很多。那简单的来说这台 Air 呢，就是为了未来的3到5年的 AI 时代提前准备的充值性能。同时 M4 带来了硬件加速光线追踪，那这对玩游戏或者做 3D 渲染的小伙伴来说呢，光影效果呢会更加的极其写实。这次 M4 iPad Air 呢，在摄像头硬件方面呢，其实还是延续了上一代的经典配置，但是呢，在软件算法和视频体验上呢，配合 M4 的芯片呢，其实是有了新的提升。那虽然呢，在摄像头硬件参数呢，看似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在 M4 芯片的驱动下它的图像处理速度和 AI 扫描能力呢，其实是在悄悄的升级了。那它的前置摄像头呢，和上一代呢依然保持不变，依然是配有人物居中和桌面视角的中央舞台功能。它在尺寸上依然还是2个选择，一个是11英寸的极致便携版，以及还有13英寸的生产力大平板。那2个尺寸呢，其实依然还是采用 Liquid 的视网膜显示屏，但是呢，11英寸和13英寸呢，在细节上其实还是有细微差别的，也就是分辨率和像素密度上面有一点不一样，可能大家就是不仔细观察的话，可能不会发现。那11英寸它的分辨率呢是2360乘1640。那13英寸的分辨率呢，达到了2732乘以2048。那2款屏幕的像素密度都是264 ppi。那凑近呢看，其实非常细腻的，完全没有颗粒感。还有就是支持原彩显示，也就是屏幕会根据环境自动调节色温，那看久了呢，眼睛也不会太累。那下面我要说的一个点呢，就非常遗憾的点，也就是大家一直在关心的它的刷新率的问题。那这一次呢，其实还是跟我之前预测的是一样的，给到的是60赫兹的刷新率。因为呢，它虽然是已经上了 M4 的芯片，它的跑分也非常的快，但是呢，因为它没有 Pro Motion， 所以说呢，在滑动屏幕的时候呢，肯定是没有 Pro 的效果那么好，没有那么丝滑，所以它的屏幕依然采用的是 LED 的背光，而不是 Pro 那块逆天的视网膜 SDR 屏幕。还有一个重大的升级点就是换上了苹果自研的 N1 芯片和 CEX 调制解调器，以及 WiFi 7和蓝牙6.0。那它带来的好处就是 WiFi 7理论上速度比 WiFi 6E 快了足足2.4倍，而且呢以及更低的延迟。同时对于 4K 视频流传输或者是联机打游戏来说WiFi 7能提供更低的延迟和更高的吞吐量。同时对比 M3 iPad Air 呢，它的蜂窝数据下载和上传的速度提升足足50%，而且功耗降低了30%，这也是它最厉害的地方。可以说 CEX 呢，在高负荷跑数据的时候呢，可以比老款省下30%的功耗。这也意味着，如果你出门在外使用5G 办公，那 iPad Air 就不会像从前那样出现很烫手的情况。还有呢，在电量上呢，它也更加的耐用。
还有就是大家最担心的可能就是这次升级了 M4 芯片，那性能这么强，续航会不会崩啊？所以说苹果的官方说法依然还是那句老话，满足一天所需。那根据官网的技术规格啊，无论是11英寸还是13英寸，那无论是上网或者是视频播放的这个续航呢，依然维持在10小时左右。还有就是这背后呢，其实是还有个细节的，因为 M4 呢其实是基于第2代的3纳米工艺，所以说它的能效比呢其实是比 M3 更好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日常只是刷刷网页、追剧，那它掉电速度呢其实还是很稳的。但是如果你跑高负载 AI 任务或者是3D 游戏时呢 ，M4 确实会更加的费电。但整体来看呢，续航跟上一代呢其实基本是持平的，所以大家也不用太焦虑，因为它也没有太大的提升，但也没有降低。那它的存储呢就是128GB， 但是你可以选购升级到1TB， 它的起始价格呢依然还是维持不变的。那在配色方面呢，和上一代呢其实是没有变化的，也依然是4种亮眼的色彩，分别是蓝色、紫色、星光色和深空灰色。在接口方面呢，它依然采用的还是 USB-C 的接口，不支持雷利接口。还有就是它依然是采用顶部的电源键的 Touch ID， 也没有 Face ID。那它配件还是支持 Apple Pencil Pro 和妙控键盘。那说到价格这一块呢，我其实还是要吐槽的，可能大家没有仔细观察，因为呢，在国外的价格呢，它的起售价是$599再加税，但是在国内的价格呢，就是4799。那换算下来之后呢，我们其实是多花了276人民币。为什么我会发现这个点呢？就是因为 iPhone 17E 呢，它在国外的价格也是599，但是在国内的价格就是4499。但到了 Air 这里呢，它599对的可是4799，所以说是贵了256人民币。但是13英寸这里呢，就是起售价是$799，然后呢，国内的价格呢是6499，其实也是贵的。我算下来之后呢，是贵了456人民币。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我还是为国内的朋友呢抱不平的。希望它以后这个价格还是要公平一点。那大家也非常关心是否值得升级到 M4。那我的建议就是，如果你手里已经有 M3 版本的 iPad Air 呢，说实话可能就没必要去换，因为它的提升感呢并不是非常大，因为主要是升级了 M4 的芯片，还有呢就是它的内存从8G 升级到12G， 还有呢就是说它的这个 N1 芯片和 CEX 的这个网络芯片。那如果你用的是 M1 或者更老的型号，甚至可能是入门款的 A16 iPad 等等啊这些型号，你是有必要可以升级到 M4 Air 的，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跨越。还有就是说，如果你从入门款升级到 Air 的话呢，可能会发现啊，屏幕尺寸还有运行效率呢，甚至就是在一些操作方面呢，逻辑上啊都是会上一个台阶的。它的订购时间就是3月4号星期三晚上10点15开始预购，开售时间呢是3月11号正式发售。还有大家如果想冲首发的话呢，一定要早早的下单，因为你晚1个小时，可能你拿到货就要等好多天，就不一样了，因为它是按照下单的顺序，然后陆续发货的。那在我的下期视频里呢，还会更新 iPhone 17E 的它的升级亮点和一些细节介绍。还有呢，就是接下来的几天呢，都会陆续有新品发布，比如说 iPad 12，还有就是采用 M5 芯片的 MacBook Air， 然后等等，我会持续的关注，每一天呢第一时间及时给大家更新视频。所以说呢，记得要常来我的主页去浏览。还有就是大家对今天这款 M4 芯片的 iPad Air 有什么想法呢？可以在弹幕区和评论区留言告诉我，让我们一起来讨论。或者如果在今天视频里我没有提到的一些问题和有疑问的话，大家也可以留言告诉我，然后让我们一起来讨论。还有就是说后期再给大家出一个解答视频。那如果喜欢我视频的内容，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为我的视频点赞留言哦。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期见啦，拜拜。